大家好，我是维玲阿姨。中秋节快要到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蛋黄酥。这次的蛋黄酥是用猪油做的，所以层次很分明，口感也很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们先来准备水油皮，就是中筋面粉、猪油、糖粉还有水，放到面包机里头搅拌出有一个薄膜。如果你没有面包机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手揉，可是可能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。虽然呢，做酥皮的点心，你不需要像做面包一样能够拉出一张很薄的一张薄膜，但是呢，你要是让这个面有出筋的话，你等一下擀卷的话，它比较不会破，还是比较好的。像这个样子，稍微有一点薄膜，然后那个洞还是比较整齐的就可以了。水油皮呢，要先松弛30分钟才能够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准备油酥。油酥呢，就是用低筋面粉加上猪油，稍微成团就可以了，你不要它出筋。就是这样子，用塑胶袋压一压、挤一挤就可以了。我不建议你呢用一般的奶油来代替这里的猪油，你可以用无水奶油，因为一般的奶油呢含水量大概是20%，那低筋面粉吃了这些水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筋，就变得很硬，所以你擀卷的时候就很容易破皮。我用的咸鸭蛋呢就是生的，只是泡过油而已。我觉得这样子呢，你等一下烤的时候呢，它比较容易出油，比较不会干。趁着水油皮在松弛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来准备里面的内馅。我先把红豆沙一勺一勺的舀好，接下来包入蛋黄，滚圆备用。把松弛好的水油皮还有油酥切成12等份。油酥呢就是滚圆，水油皮呢你把它折叠一下，让光滑面朝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动作要快一点，因为水油皮干得很快，那你等一下擀卷的时候它就会破。拿一个水油皮，把它拉长，折连成一半，包入油酥，要包紧，放在你的虎口，然后呢要包严，然后把它捏成像一个蒜头的形状，把上面的这个头呢往下压，它这样子呢就会很紧，不会露馅。水油皮和油酥组合好之后呢，你让它松弛大概10分钟，再做下一步。拿一颗已经松弛好的水油皮，收口朝上，从中间压下去，从中间往上擀，再从中间往下擀，不要来回太多次，你很容易破皮。擀好之后呢，由下往上卷起来，一样要松弛10分钟才进行下一步。10分钟之后呢，拿一个已经擀过一次的皮，一样把它压扁，然后从中间往上擀，再从中间往下擀，然后卷起来。擀卷的时候呢，不需要太长，因为其实太长呢，它的层次很容易混在一起，其实就不酥了。再让它松弛10分钟，我们再进行最后一步。
你有注意到吗？我每拿出一个酥皮之后呢，我都会赶紧把保鲜纸封好，以防它变干。所以把擀卷过2次的酥皮呢，从中间压下去，把两边提起来，然后呢压扁，擀成一个圆饼的形状，大小大概就是你手掌那么大。包入1颗红豆沙，要注意包的时候呢，要包严，不要让它有空气在里面。包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这个皮会折叠在一起，会口感不好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它轻轻的往上提，然后把它捏薄一点，就这样子慢慢的把它往上提，然后呢收口要收紧，不然会露馅。也是一样，把它捏成像一个蒜头的形状，然后把上面这个尖尖的头呢，把它压下去。你这样子呢，就会包得很严，不会露馅。手掌心稍微戳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包好的蛋黄酥呢，要抹上2次的蛋黄。蛋呢最好是冰的，这样子的蛋黄会比较浓稠，可以过滤一下，把表面的那一层膜呢过滤掉。先涂上1层的蛋黄液，等到都涂完，而且稍微干了之后呢，你再涂上第2次，它这样子就会非常的光亮，颜色非常的好。撒上一点黑芝麻，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，145度烤40分钟。出炉喽，真的很香，等到放凉就可以享用喽。一口咬下去，可以看到层次很分明的酥皮，而且蛋黄也是非常的金黄流油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